唔理有冇興趣，早啲知道 MIC 好過遲啲知。呢比較新嘅起樓方法，將會陸續出現喺香港私人物業。片長會比較長，前段係講解 MIC。如果重點對呢個項目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揀選3分38秒開始。MIC 中文係組裝合成建築法，用英文拆開每個字嚟解呢，就用模組組合式嘅建築方法。香港而家先嚟講到首個私人住宅項目，講俾人聽都唔好意思。喺外國已經係好平常嘅建築方法，而亞洲區行得最前就係新加坡。而香港建築條例都比較舊，亦都唔造就組裝合成法呢個推展。直至2017年嘅施政報告之後，隨即屋宇署出咗作業備考 ADV 36，清楚講明設計、質量同相關嘅要求同預先認可系統。跟住作業備考陸續出場，業界係清楚今次政府真係認真啊！其實做法好簡單，將個單位拆做幾個模組，概念上3房單位模組嘅數量就會多過2房。項目地盤做緊前期嘅工程，模組嘅規劃生產已經可以同步進行，通常都揀咗比較近嘅國內。做好咗之後，可以從陸路或者水路運返香港地盤做裝嵌。咁政府當然要帶頭啊，所以大家早前見親嗰啲 MIC 項目，都係政府推嗰啲，例如喺將軍澳百勝角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、洪水橋1A 期資助性嘅出售房屋，仲有啲公共設施，好似層數唔係好高嘅學校、老人院，仲有啲預咗起完之後會拆走搬來搬去嗰啲。千祈唔好將 MIC 3個字等同於貨櫃屋。MIC 係一個建築方法，裏面嘅模組結構仲會細分鋼筋混凝土組件結構同鋼製組件兩種，有啲用混合式添。私人住宅梗係用鋼筋水泥嗰種啦，呢類搬來搬去仲會重用，模組成本會平，但係唔可以起得高，因為每個模組嘅接駁位耐咗會鬆，所以呢類鋼製組件組合5年後需要檢測，而升級版嘅鋼筋混凝土結構就冇咁嘅需要。見大部分嘅 MIC 模組都係長條形，唔知就以為一樣，其實內裏有乾坤。至於喺路面使用嘅汽車都限制，負載物嘅闊度唔可以闊過2.5米，離地高度最多可以去到4.6米，而車架向後嘅伸延又唔可以多過1.4米。喺唔需要同運輸署申請之下，長闊高都有限制，所以單位模組組合通常都係四四方方。MIC 裏面每一件模組就好似以前嘅預製組件，喺一個可控嘅環境之下造成，喺4平8穩嘅環境之下做，公差就自然會少，而請翻嚟嘅工人亦係做緊同樣嘅嘢，例如紮鐵啊、倒水泥、安裝水電嘅配套、室內裝修設施，就係專科專做，根本就好似個工廠，用系統嘅監控每一個工序，人手嘅技術依賴相對細，當出錯發現得可以比較早，唔似得傳統嘅起樓方法，每層樓起嘅工人都可以唔同，全部都用晒電腦大型系統，成個模組工序做到邊個驗收，一目了然。今次呢個項目由金門領軍，亦都係第一次用混凝土結構嘅 MIC 建築方法同私人發展商合作，有誘因做好擦亮嘅招牌，可以接到多啲嚟緊嘅私人發展商同政府嘅項目。留意一下混凝土結構嘅 MIC 項目，市場幾隻手指數得晒，大部分都係老牌嘅建築商。呢個係市建局重建項目，由華懋投得，位於長沙灣東京街28號，成個地盤呈 L 型，地下去6樓係非住宅樓層，離地大概32米，我形容就好似蛋糕嘅餅底，裏面包括商場、機房、園林同會所，係用返傳統嘅建築方法。通常蛋糕上面都插咗蠟燭，比如就係今次嘅住宅樓層，全部都用上 MIC 嘅建築方法，亦都係整個業界最關注嘅焦點。項目名稱如月，提供198伙，涵蓋1房至3房，全部單位都係名次。開放式廚房前面仲有一個山風窗。當然大單邊係最值錢，越開到最靚景，所以住宅樓層都靠近東京街同福榮街交界，向西南呢邊望向昂船洲。由於個餅底有成32米咁高啊，就算底層單位望向同一方向都比較開揚，即係一間學校嘅天台。背向嘅東北方就望向山景，第3個面向住西北方向，並非單位大廳面向正面，與對面街相差成6條行車線咁闊。不論政府建築界大力推廣，就話對地盤周圍影響最細，但係小市民最有興趣想知就係建築質素。
就同大家拆解一下。1層9個單位由33個模組組成，好似一房單位由3個模組拼合，而左邊後排2房 J 單位組成亦都由3個模組。至於左前方最大3房 A 單位就由4個模組組合而成。其餘好似右邊嗰啲槽啦，就用翻傳統起樓方法，通常4個工作日就會起好1層。模組喺廠房裏邊，全部嘅窗都做晒8%試水。喺廠成件組件完成之後，組件之間亦都需要做臨時防水，先可以運到去地盤。模組冧上去之前都會灌漿，組件放啱嘅定位，牆身兩邊會留個空位，再會倒石屎加固。預定位置都會重新接駁鋼筋，再倒翻石屎上去。之後成座大廈做翻8%試水，所以同傳統嘅石屎鋼筋樓係冇分別。愉悅的項目攞咗 OP， 即係佔用許可證，俗稱叫做入伙紙。下年2025年6月先係關鍵日期。同大家上去睇現樓，沿途都仲有好多地方仲執緊。睇平面圖知道啲 lobby 呢邊有個窗，喺實際環境之下有天然光係比較有生氣。1層9伙有3格 lift， 喺現在新樓嚟講都比較少見。以下部分鏡頭都嚟自售樓中心。呢個1房開放式廚房喺28樓 C 室350尺，用上3合一式露台入職，直接睇現樓，向西南望向昂船洲嘅現樓實景，會唔會更加實際呢？入門口旁邊有一個叫多功能嘅鏡面櫃，除咗上面擺雜物，下邊擺鞋，我就覺得腰間嘅叉電櫃最實用。再剛剛打開櫃，紫色嗰啲係紫外線，叉電之餘閂埋門就會同你殺菌。喺售樓中心都有 corner 關於智能家居，我就同發展商講，呢啲通常都冇人睇，既然有現樓，不如喺現場撳出嚟睇係最實際。系統就放咗喺8寸嘅 screen 裏邊，黐咗上去玄關旁邊嘅漆櫃，可以監察到室內嘅空氣質素，會同大廈嘅室外系統比較，相差得大就建議打開窗。其他嘅水電用量，信箱有信會通知你。升降機嘅樓層顯示，叫外賣入咗去大廈上咗 lift， 幾時送到去你嗰層就一目了然。仲有一個最實用嘅功能，廚房漏水會通知你，見得到地方漏水就還好，最怕就喺鬼鼠位。漏水感應器嗰條觸鬚嘅導電位就放咗預設嘅窿位嘅下邊。咁室內空氣監測器就放咗喺邊，就喺單位中間。新版本同個燈仔咁大，舊式嗰啲咧大到你唔想見到佢啊！平面圖上面顯示咗3條通風走廊，叫做 Light Well。走廊管道兩端係會通向天台，同村個會所，通往6樓花園平台。廚房同洗手間開窗就喺呢條走廊。問題嚟啦，廚房同浴室嘅排氣會唔會排咗入去啊？我就同大家問咗則師，2個排氣喉嘅出口都放咗喺露台上邊，用百葉作為修飾，所以管道裏邊全部都係山風。現場都同大家實測過一次，露台趟門打開就開埋廚房隻窗，都有扯風嘅效果。睇現樓有個好處嘅，咁個星盤就放咗喺成個 open kitchen 右邊呢塊翼嘅中心位置啊。佢開職嗰陣時咧，呢個窗咧差唔多咧就喺左右兩邊就分中開。咁你見到啦，嗰個星盤咧就分咗喺中間嚟嘅。嗱，有個巧妙地方咧，開得咧就有諗過啦。因為咧下廚櫃咧一打開，你見到個空間咧，嗱，真實情況你左右兩邊嘅夠位係用晒嘅，就冇呃你嘅。咁而咧，佢正正咧就將個星盤咧旁邊塊側板咧呢個 partition 分嗰陣時咧，啲 compartment 分嗰陣時咧就分咗佢咧，啱啱夠位俾你做維修啦。咁而呢個中心位咧，正正咧就係個盤嘅中間。嗱，呢啲開位咧就又偷咗右邊呢個位置。如果個盤咧褪左邊咧就出事啦，你成個去水位咧就會阻咗啦，走咗呢邊就阻住大家噶啦。櫥櫃同玄關之間有個櫃，兩邊都係弧位，收口位就咁樣。玄關旁邊嘅側櫃咧就收咗弧邊，同個天花頂咧就一樣嘅，咁咧就伸延咗去到右邊。咁我哋睇翻咧 MIC 嘅牆身就聲稱咧就有正負5mm嘅，咁對於用家嚟講咧個牆身有冇啲有利幫到佢咧？嗱，大家睇翻啦個牆身嘅垂直情況咧，喺室內倒石屎應該比傳統地盤施工客觀環境比較穩定。而牆身平整度應該比較高，最好測試咧就做比較化啦。用櫥櫃嘅直邊啊，或者門框微微左右傾側，
或者上下望去比較一下。預留風筒走線位就做咗喺個鏡 handle 位嗰邊，不過覺得有空間去改善。牆身嘅插蘇頭，如果有埋 USB 就更好啊。可能由於 MIC 嘅項目啊，咁佢原身咧呢個去水位咧，嗱呢個全新嘅，咁我哋就搣咗去呢一塊藍色嘅。你見到啦，佢本身係一塊垂直嘅不鏽鋼片，咁啊裏面究竟做啲咩咧？咁我哋就見到喎，不過打開咧，其實佢有個網咧隔住啲污糟嘢，先至真正去到嗰個去水位喎。咁即係話咧，有啲污糟嘢你可以前面呢個網攞走啦，裏邊先係真正去水位嚟嘅。呢個小件咧，通常都係地台去水咧，就喺地下做，佢就係側牆去水嘅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我哋睇翻喺裏邊咧，喺浴缸呢度，即係企缸呢一邊咧，佢都係用翻同樣嘅做法。下邊呢個咧就係一個牆身去水嘅。嗱，咁收埋之後咧就比較靚仔啊！每個冷氣機嘅附近都做好山口位。現場實景，我點樣決定係左右兩邊放梳化咧？咁如果大家睇睇出邊嘅景就知啦。應該係望到煙花嘅。咁如果望得煙花，咁你正路咧，梗係右邊放梳化，左邊放電視㗎啦。同大家睇埋個露台，掛喺牆身嘅機關，我哋喺兩房單位再解說。現樓最緊要睇手工，啲磚鋪得直唔直？睇啲五金件有冇接巢過，從表面反光睇得到。睇中途運輸有冇撞 lift，污跡就另計啊！唔好放過去望埋對面嘅露台。喺銷售中心設有一個28樓 J 室，冇改動示範單位，497尺喺個兩房梗廚，有2樓真單位可以睇埋個環境。每個單位露台位都設有機關。木紋地磚，不妨大家去現場睇睇嘅料啊，跟大門嘅木皮色通都好似。我哋第一次行到入去，都覺得個洗手盆相對其他單位大。對於負責洗碗嘅我，都覺得啱用。走廊玄關位有4邊，3邊都連接門，就係最慳位開積。MIC 項目有冇限制？當然有啦。呢個浴缸高度已經係標準。如果佢再藏深啲，使用者攬入去個浴缸裏邊更加容易。礙於缸底去水配件有機會低過樓下單位嘅天花頂，就期待下一個項目嘅新設計。MIC 項目咧好多嘢咧都係第一次見嘅。包括睇下邊個去水位嘅嗰個槽咧，冷熱水掣咧就匿咗喺牆身埋邊啦，跟住個山口位俾伸手埋到去嘅。好啊，去翻咧呢個櫃咧，櫃底啦，咁左右兩邊門啦，右邊咧就係個山口就俾你搞個去水位，而個去水位下邊咧就喺邊可以打得開掩開，喺裏邊先係真正嘅位。仲有見到呢個現樓啊！佢咧係用個掹咧同你掛咗喺度噶，你可以清理埋邊嘅，但唔止咁簡單喎。佢咧就真係冇用盡咗一寸喎，佢連底個位咧用咗個撳彈就做咗櫃桶喺度噶。係一個已成熟發展嘅區份，即係交通方便啦。噪音就好難避免，現代樓要為咗滿足法例要求 ，A 同 J 單位都做咗噪音緩解措施。好似9樓至21樓嘅 A 單位，
專登做咗個好似人篷伸咗出去，擋住聲音向上擴散，仲多咗個功能，中午時可以擋埋個陽光。下邊就係一幅硬窗，而外掩窗就放咗上邊，就類似呢個 J 單位嘅處理方法，咁樣已經可以滿足到法例要求。你覺得咁樣好啲啊，定喺個窗邊加多一塊減音窗，騎上個膊上邊好啊？歡迎大家下邊留言講低你中意邊種設計啊！其實唔講，大家都唔覺呢個緩解措施已經做咗。而9至18樓嘅 J 單位為咗舒緩噪音，就改咗用有隔音嘅摺疊式推拉門，而19樓以上都好似呢個單位用翻趟門。多謝發展商邀請，用我哋嘅自主睇到角度去分析佢嘅項目，希望呢條片大家中意。暫時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